Hello，大家好。就在这周，上个月还口口声声说房产市场没有泡沫的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已经开始改口了。他表示，加拿大央行正在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并开始考虑如何遏制房产市场泡沫。他说，因为很多人都相信房价会一直涨下去而买房。不过，他认为加拿大还处在房产市场过热的早期。尤其是单户住宅的价格上涨还没有达到5年前市场过热的程度。蒂夫说，央行对房产市场的反弹感到不可思议。是什么原因使之前还装傻充愣的央行行长承认已经看到房产泡沫了呢？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和即将到来的加息。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住宅抵押贷款信贷增长 7.7%。至 1.7 万亿加元，年均增长1180亿加元，这是自2010年以来最快的年增长率，也是史上第一次抵押贷款债务在1年内就增加了超过1000亿加元。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的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去年大多数房主的抵押贷款延期已经结束，这些借款人拖欠贷款的风险可能会再次出现。尽管加拿大央行一直坚持可能会在2023年之前维持 0.25% 的基准利率，目的是向借款人保证现在仍然是贷款买房的最好时机。但加拿大债券收益率近几天已经达到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月份的5年期债券收益率几乎是过去低点的2倍，这直接影响了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很多贷方已经开始提高5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多家非银行贷款机构将抵押贷款利率提高了10至30个基点。债券收益率上升等种种迹象表明，抵押贷款利率将会继续上升。凯投宏观预计，加拿大10年期债券收益率今年将升至 1.5%，2022年将升至 1.75%， 抵押贷款利率也将随之上升。他们的收益率预测显示，如果收益率息差保持不变，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将从 1.8% 升至 2.3%。如果收益率息差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正常水平，抵押贷款利率将升至 2.8%。凯投宏观表示，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住房市场将在下半年失去动力。如果实际情况出现在他们预测的中间位置，这将意味着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能够承受的房价将下降 3%。疫情爆发，经济衰退，在没有移民增长、大量留学生和临时居民流失的前提下，加拿大却迎来了房产市场狂潮。大部分人认为是量化宽松政策、史上最低抵押贷款利率以及有史以来最低的住房库存量，促使了很多购房者疯狂抢房。但是单单这些因素还不足以推动火爆的住房市场和疯狂的竞价战。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房产市场狂潮？我们先来一起了解一个名词：错失恐惧症。它是指由于患得患失所产生的一种持续性焦虑。这种症状的表现就是总会感觉到别人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经历了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某些事情可能会后悔的强烈恐惧，而这种恐惧会使你情不自禁地陷入到错失投资机遇或者是其他好事儿的忧虑之中。这种焦虑在如今的房产市场特别常见，所以又叫买家错失恐惧症。具体的表现就是怕错过买房的最好时机，担心现在不买就亏了，宁可要出高价也要尽快下手购买自己已经看中的房子。就是这种心态在疫情期间推动了加拿大房价的持续攀升。加拿大政府和其他房地产利益相关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买家害怕错失机会，他们很容易失去对房产市场的理性判断，从而陷入各种概念的炒作。其实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财务情况和负担能力有所不同，是否进入房产市场以及什么时候进入房产市场，只有你和自己的家人才能真正做出正确的判断。在某些房地产市场或者是某个历史时期，房产投资可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在一切都不确定甚至有很高风险的前提下，我觉得最好是不住就不买。
如果考虑投资房产，最好也等这个疫情危机和狂热的市场过去，绝不要受他人的蛊惑。毕竟贷款一旦背上，还款的是你，而不是其他人。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